伊薩還說不是被踢倒的啊，是腳下滑倒的，在紙地上。西班牙頂尖拳王狂言要3天內一個人踢遍中國所有武館，結果他第一個對手就碰到了邱建良，直接被一招神龍擺尾踢出了腦震盪。眼前這個黑衣服小伙子就是來自西班牙的頂尖黑馬拳手伊薩查迪，他如今的職業戰績27場連勝，沒有一次敗過，並且其中有25次 KO 對手，可以說是一位實力非常強勁的黑馬選手，非常有望在我国奪冠。只是這小子來之前，居然目中無人地說要在3天之內踢遍中國所有武館。只不過他不賽前如此囂張，等來到賽場後才發現他的對手居然是邱建良。邱建良在之前的1、2集那是無人能敌，這次來到了次轻量級，着實是把這個伊薩給嚇了一大跳。而這一次，我們邱建良也正式聽聞了這個伊薩的狂言，當即表示我正好有些手癢，不知道被稱為西班牙黑馬選手的你究竟有着多少實力，我們擂台上見真章。好的，觀眾朋友們，比賽第1回合開始，誰都沒有想到，這一次我們邱建良居然把體重提到了次輕量級。當初在羽量級就可以說是無人能敵，這一次就算伊薩也是一個27連勝的選手，但這開局面對邱建良也依然不願意直接硬剛，足以看出我們邱建良的威慑力。全商非常高的一位選手，对，尤其是他在场上灵活的步伐，还有线路的转变，让很多的对手啊，真是非常的头疼。再加上现在他总是喜欢去挑战自己原本不在的这个级别啊，是，也是让人看到了他的这个在这个多面发展的多面发展和这个对比赛当中的雄心啊，是。有一句话叫山高人为峰，可能现在站在世界第1的状态上来说，邱建良最大对手是谁呢？就是自己了。对，我们看啊，这个刚才为大家介绍过，身高臂展有绝对优势的这个查迪啊，攻击的範圍和力量都很足。對手想要摔我們邱建良，但這種做法邱建良在羽量級見過許多了，當時出現樣的防水技術就是1頂1的，如今增加1個量級的體重，讓他在防摔的時候會打得更加穩。27勝當互相掄拳，25次 KO。对，這是剛才實際上查迪是想要去摔邱建良，對，但是要摔邱建良可不容易啊，那可是。現場的觀眾又響起了熱情的為邱建良加油的聲音。漂亮！對手啊，剛才這個高掃啊也是比較的賊，對，所以邱建良還是要小心。因為其實剛才跟大家介紹的是伊薩查迪 KO 率不是很高，是極高。對，27勝當中25次都是 KO。大家看伊薩查迪。好的，這裡大家可以仔細看，這個伊薩在揮拳的時候總是將自身的重心也給揮出去。雖然這樣揮拳力量會很強，但是很容易空拳之後摔倒在地。只能說這個對手經驗還是不怎麼豐富。漂亮！後手直接打，轉身後身。好的，前手把對手打退了，跳膝。哇！直接把對手。對，這個，因為這個伊薩查迪啊，看到對手進攻很猛，所以主動選擇去纏抱。對，邱建良直接把他一個帶摔出去。雙方可以說一個先犯規在先，然後另外一個以犯規來報復。這個屬於這個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這樣一個狀態。好的，第1回合結束，讓我們看一下比賽回放。總的來說，這個伊薩第1回合打得還是非常兇猛，比較激進的。不過整體來看，沒有太多的章法，可能是第一次遇上邱建良，還不太清楚該怎麼應對。那邱建良這第1回合應對的就很好，說不上把玩對手，但也處在他的掌控之中。對於邱建良來說，這場比賽他依然也要頂着一個很大的壓力，因為他排名是世界第1。對，對手跟他打是很佔便宜的，輸了不吃虧，贏了那就是天大的好消息。對。
好的，觀眾朋友們，比賽第2回合開始。第1回合，這個伊薩的猛烈進攻在我們邱建良看來可以輕鬆應對，而且也的確使得第1回合在邱建良的掌控之中。但是對手經歷一次交鋒之後，對邱建良有了一定的了解，這第2回合又能打出怎樣的操作？讓我們接着往下看。一個呢，我們看到了伊薩，他是一個進攻火力非常足的。对，我們可以用這邊剛才襲擊。邱建良這邊主動選擇纏鬥，應該是，被對手打得有些暈了。對，那這裡不得不說，這個伊薩的臂展還有出拳的力道十足，讓邱建良也有些被打得眩暈了。那這個時候，邱建良反應很快，立刻轉變戰術，開始繞邊，這也是一種逐漸恢復的方法。說他這個進攻的非常的，犀利的話呢，他這個可以說在場上是用霸王龍來形容。而邱建良在場上更像是一只迅猛龍後手摆拳，2種不同狀態的打法，讓我們來看一看。裁判提醒不要纏抱，邱建良也要打得更警醒一些。對手剛才頂膝啊，威脅很大。漂亮，直接踢到了對了，非常漂亮，直接踢到了對手的支撐腿。你看這個伊薩起身的時候還有點猛。還在想剛才這一腳是怎麼踢到的，怎麼瞬間就倒了？不得不說，這就是我們世界第1邱建良的實力。戰術是一個問題，但是對於邱建良來說，現在呢，在場上我們看到應對的方式還是非常的科學的。轉身漂亮！伊薩還說不是被踢倒的，是腳下滑倒的，在紙地上。但是我們從現在看，地上沒有任何的水分。對。那麼剛才那一下，伊薩之所以摔倒，其實大家都能看出來是邱建良的全力一腳力道十足，而這個伊薩始終認為自己接下來這招了，只不過是因為腳底打滑才摔倒的，這多少就有些嘴硬的成分在裡面了。身位的變化，好的，超白，轉身，兩個人打得太漂亮。邱建良今天是遇到了一個火力很猛的選手，所以他也把自己的火力完全發揮出來。哇！那這裡這個伊薩又是將自身的重心轉移了，所以才被邱建良反手一推，直接推倒。如今已經被連續多次擊倒了。轉身的這種動作，從視覺畫面上，還是現場觀看上，都是非常有視覺衝擊力的。裁判再次提醒伊薩不要纏抱。兩個人換正蹬。對，說實話，這個殘暴他已經是吃了好幾次虧了。對，被邱建良帶摔出過擂台一次，然後另外被連續這個掃支撐腿，然後又摔倒過幾次。好的，觀眾朋友們，第2回合也結束了，讓我們看一下比賽的精彩回放吧。邱建良在這一回合裡打出了非常精彩的操作，對手也是向眾人展示了自己的火力，能看出來是一個很有實力的小伙子，只是跟邱建良比還是差了不少。這一回合也是多次被擊倒，是踢到了太陽穴的位置，加上這個前面的頭蓋骨。是。3回合。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比賽來到了第3回合。前2個回合2個人打的就火藥味十足，所以這第3回合剛上場，2個人就準備開始正面硬剛。那放在以往來看，這種情況的確是比較少見的。護頭的這一下還是非常的機敏，是防守報價非常的穩健。高掃，剛才是連續中掃之後啊，來欺騙一下對手，直接換了高掃。但是伊薩的防守也是很嚴謹。是。我們看邱建良呢，在場上的在進攻的時候呢，有很多的這種動作，包括眼神去迷惑對方。伊薩呢抱怨幾句，但是你去纏抱對手，對手來打你，那有什麼辦法呢？是。裁判又次提醒，第2次，不要纏抱。這裡裁判第2次提醒，
不要殘暴。有些選手在比賽過程中，如果發現自己有可能打不過對手的時候，就會直接抱住對面，這會有效地阻止對手的繼續進攻。但是不能一直抱着，而且像這種殘暴，這場比賽的規則更加不允許。跳膝擠到了繩腳，連續輸出。哇，伊薩還沒有從這個繩圈出來，所以說你也不用覺得伊薩狼狽，因為他面對的是誰呢？是世界第一邱建良。對，儘管邱建良不在自己熟悉的這個體重級別，但是依舊打得非常的有霸氣。剛才上勾打中，伊薩眼神一度有所渙散。是。哦，又掃自撑腿，在倒地之前被。那这里邱建良又是扫到了对手的支撑腿，该怎么说这個伊薩就是不長記性。這比賽打到現在，他已經被邱建良多次擊倒在地，就是不找自己的原因。哦，直接擊倒了，直接擊倒了，是一個前手的平勾。我們看腳下已經發軟了，站立，好，勉強站起來，繼續。邱建良應該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把對手擠到了繩腳邊。好的，還在往裡猛攻，連續的前刺，伊薩要反擊，否則裁判會叫停比賽的。現場的觀眾朋友已經沸騰了。手！哇，伊薩這個頑強的支撐能力啊！之前我們說他是4人賽之王，這場比賽果然看出了他這個非常頑強的這種對抗的精神。再來踢支撐腿。後手哦，又一次被擊倒，裁判覺得這是被推倒的，所以沒有讀秒。是，但是伊薩你看起來就是因為他的這個前腿啊，被連續的這個擊打之後，顯得非常的難以支撐。好的，觀眾朋友們，比賽打到現在，我這第3回合也是結束了。那麼來看一下這場比賽的回放吧。看這邊，伊薩實際上進攻火力很猛，特別是第1回合的時候，邱建良在第2回合甚至有一度被對手襲擊、重擊，差一點這個倒地的情況。非常棒。下面宣布比賽結果：1號裁判員30比26，2號裁判員30比26，3號裁判員30比26。比賽結果，紅方勝。好的，非常漂亮。恭喜邱建良獲得本場比賽勝利。邱建良在今天的這場比賽中發揮得非常好，打得非常霸氣。雖然是第一次進入這個2級，但依然將整場比賽的節奏掌握在自己手中。那麼視頻到這裡即將結束了，感謝大家的觀看，我們下期視頻再見。我實在是不明白，為什麼矮小的中國人敢來挑戰我？我真怕一不小心就打碎了他們的腦袋。說實話，我可不想沾上人命關子。酷爾西的粉絲大家好，我是來自中國的大東翔俱樂部的邱建良。然後，除了我不想說太多的話在發布會上，但除了這個呼吸和吃飯的力氣以外，我都會把所有的力氣放在擂台裡。所以明天我們擂台上見。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這是一場十分精彩的中日對決。我們的中國拳王邱建良大戰日本拳王小宮遊紀博。那麼相信你也聽到賽前這個小宮遊紀博的囂張言論啊，說是要打碎我們中國人的腦袋，還說我們中國人長得矮小。我們的邱建良也是表示不說那麼多垃圾話，直接擂台上見。那麼第1回合比賽正式開始。好的，我們可以看到紅方選手就是我們的邱建良，而藍方選手則是日本拳王小宮遊紀博。那麼這是一個中日的團隊比賽啊，由我們的中國隊長傅高峰帶隊，還有對方的日本隊長帶隊，這麼一個團隊戰。哎呦，你可以看到，這一場比賽就是我們的邱建良跟小宮遊紀博這一場啊，也是一腳將這個小宮遊紀博踢到一邊去。邱建良在這場比賽也是頻繁的使用他的神龍擺匪，可以說這場比賽非常非常的精彩。那麼小宮遊紀博也是日本的一位老將啊，您其實看的這個臉也知道，這歲數很大，像一個老者皮一樣的這個臉。
他觉得我们的邱建良是一个年轻小将，打不过他。但是您可以看到，面对这个小公游纪博，我们的邱建良也是沉着应对，不着急。ここまで持っていければなっていうところ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さあ、小比巻選手、小比巻さん、これ出だしどう見えてるんですか？いや、中国勢フィジカルすごい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ど、彼の。那么小公游纪博也是一个这个日本武学大师，出身于日本的知名海龙一郎创立的这个乌龟一心流他也是乌龟一心流拳法的第46代传人。他们这个拳呢，讲究的就是慢，然后注重防守，像乌龟一样，所以说得此武学之名。可以看到，面对我们的邱建良，他也是没有太多的进攻欲望不停的防御，又像跳舞一样。我们的邱建良也是有点打乐了。そうですね。哎呦，小公游纪博这一套拳打得不错，但是我们的邱建良这抗击打能力很强毕竟泰拳出身不是很怕。小比巻さん、小宮はその一発でというタイプでは確かにありませんよね。このロイですね。コツコツやっていっていいですよ。まあでもここまではそんなに中陣内のパワーとか攻撃力を受けず。其实目前邱建良的状态非常不错不停的对这个小公游纪博的精神进行压制。好，神龙摆尾，一脚将小公游纪博踢倒。以我们对日本人这个抗揍的尿性来看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当一会儿沙包。好的，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这个双方选手打的还是很激烈的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哎呦，这个我们建良的这个小动作微调不断，小公游纪博差点是给我们磕了一个頭。佐伯さん、ちょっとこれ刀振り回してるかのようですね。本当にさっきのダウンを見ても本当に衝撃だったので、気をつけたいですよねあれ。其实小公游纪博的打法没错这个亦步亦趋的跟过来，但是面对我们的邱建良他实在是战術已经彌補不了實力上的差距了。右のハイキックじゃないですか、さっきの。小比巻さんおっしゃる通りに、これ違った武器いろいろ出してきますね。多分ダメージあると思いますよ、今の。昔ハッサン・カスリオイっていうトルコの選手かな、強かったんです。あんな感じ。邱建良的进攻也是愈发的凶残起来进攻欲望直线上升。哎呦，费西漂亮！小公游纪博现在只能不停的搂抱，试图拖延一下。要再这么打下去的小公游纪博就不行了。なりましたが、どうでしょうね。すぐ前に出てくるボディ打ち、レンガンです。ミドルにはミドルで。今のミドルも普通に重いです。ちょっと体流れましたからね、受けて。膝もあります。飛び膝から。好的，第3次被我们的邱建良击倒。如果再被击倒的话，可能就要输掉这场比赛了。不过也确实抗揍我觉得韩国金大焕这个不倒翁的称号应该给他，日本不倒翁。ああいうさっきもちょこちょこやってるんですけど、前足払ってぼかしてるんですよね。あれやられるとね、前に出にくいっていうか、嫌がらせですよね。足払い気味のローです、中村さん、小宮はもう日本が誇るテクニシャンですよね。哎呦，漂亮！两拳再次将小公游纪博击倒，但是他确实是抗揍已经是被我们的邱建良打出鼻血来了。いろいろスタイル変えられるそうですね。で一発一発も重いですからね。このローを探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これ対角線でまた後ろ回し蹴り蹴ろ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よね。うわもう狙ってるんですね、ここで。かと思えばストレートに強振のフック、肘を立ててガードする小宮。小宮もパンチからローキック。回転の体勢も
小公游击博也是发现跟我们邱建良打的话不太合适，现在得不停的打一个游击战，不然太吃亏了。これもいやらしいいい意味でやっぱローケってね、前足殺しといた方がいいですよ。飛び込んでくる。そしてインファイトか頭を下げてのパンチ。怖い。最後も左フック自分が放って第2ラウンドを終えています。好的，第二回合比赛结束，小公游击博打的还是这个很惊慌啊，第二回合打得很险。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回合，我们的邱建良能不能 KO 掉这个小公游击博。反応が早い小宮幸宏に対してはチュウ・ジェンリャン赤いグローブです。もっと蹴らないと。もっと蹴る。さあ左ミドル。先手は打たせまいと手数足数多いチュウ・ジェンリャン。これはレフェリーが一旦分けました。中村さん、これクリンチ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ね。口頭注意、小宮に一つ与えられています。中村さん、この第3ラウンドどうご覧になってますか？そうですね。小宮選手はね。这个很明显啊，我们的阿良有些生气了，应该是打算在第三回合 KO 掉这个小公游击博。可以看到不停的将对手逼至栏边，还是想打近身啊，我们的阿良。近い距離になっての試合か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こういうねやっぱアッパーとかもうまいんですよ。鋭い。今も左打ち込んでるんですね。接近戦のねテクニックだったりこう細かいああいう技術は小宮選手の方が勝るか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ど、今この3ラウンドだけ見てるとチュウ・ジェンリャンの方がスペース作って僕のパンチを打つ技術は上です。这个在相同量级啊，力量上应该是没有人比得过我们的阿良。小公游击博也是猛啊，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确实是不怕我们的阿良暴揍他啊。作戦が見えないですね。これいつもそういうことはあまりありませんよね。そうですね。こういう歩幅が広い選手っていうのはローが絶対に当たりやすいし。漂亮，又是一记神龙摆尾。已经是不知道第几次被击倒了啊！小公游击博的状态很差，现在也是摇摆不定，走道有些发飘，晃的。いやまだ佐伯さん何かこれ持ってそうですよね。持っていそうですよね、チュウ・ジェンリャン。何が出るか分かんないってところも怖いですよね。小宮選手がこんなにブレブレになるっていうのは相当チュウ選手のパワーすごいですよね。パワーにテクニックも。小宮選手は相手にねああやってこう押し負けないっていうか、そこでうまくプロもある。ああいうところで削り勝つスタイルですからね。それが左も速い。削るまでいかないですね。その最初の一歩、なかなか小宮。好的，双方选手又一次啊，这个裁判也是拦了不停啊，阿良都打乐了，对手打得太轻松。しました。間から顎、テンプル、スーッとガードを縫うようにしての動き。この辺りも中村さん、ちょっとボディコントロールですね。接近してからのローに対する膝とかかかと蹴りとか欲しいですね。出させませんか、チュウ・ジェンリャン。残り15秒を切っています。小宮苦しい、前に出て拳を当て込んでいきますが離れます。チュウ・ジェンリャン。我们的阿良还是不想跟对手直接硬拼啊，还是想找破绽打一个后手。好的，本场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裁判的最終判定結果。ジャッジ芹沢30対26赤チュウ。赤チュウ・ジェンリャン。ジャッジ豊永30対。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感謝您的收看與支持，讓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在我看来，中国人就是一帮没有骨气的东亚病夫。如果中国男人来日本，不会有女人愿意嫁给他们，因為美女都喜歡我這種長得又帥又有血性的男子漢。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十分精彩的中日对局，增田裕介大战奥日格勒。这个增田裕介呢，在赛前也是发表了一通嚣张的言论啊，居然还说这个美女都喜歡他這種貨色，簡直就是欠揍。果然呢，這個國家越小啊，這個民族呢劣根性就出來了，就越自信。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那麼我們閒言少敘，第一回合比賽正式開始。我們可以看到雙方選手友好的溝通了一下，然後開始了這個試探性的環節。哎呦，這個增田裕介很有意思啊！面對我們這個蒙古大漢奧日格勒，表現的是游走戰術是嗎？這個增田裕介呢，也確實不是什麼好玩意兒。他是日本的重量級別拳王，但是他也是日本戰犯的後代。他的祖父增田小五郎就曾參加過侵華戰爭。面對這種小日本，我們的蒙古大漢奧日格勒表示他一定是要幹碎這個小日本，為中國除害。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奧日格勒站在這裡，面無表情地看着這個增田裕介。他可能也是沒有想明白，為什麼號稱日本最有血性的男兒就這麼面對自己。這個熟悉奧日格勒的朋友們都知道，奧日格勒呢，綽號是功夫熊貓啊，是一名非常地道的蒙古漢子。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裁判給這個增田裕介發了黃牌，表示他消極比賽啊，這個血性男兒就消極比賽，也確實是讓我無話可說了。好的，我們可以看到啊，面對這個增田裕介呢，我們的奧日格勒也是選擇主動進攻，因為對手實在是太會游走了，血性男兒。這也不是我們的奧日格勒第一次來日本，我們的奧日格勒呢是全國的摔跤冠軍，專門打日韓，這個號稱是打日本人、韓國人的專業戶，而且在日本也是打過相撲比賽的，在日本可以說是無人能擋。哎呦，一記飛撲啊，抱住我們奧日格勒的大腿，這是要給我們的奧日格勒跪下是嗎？可我們的奧日格勒確實不缺一個日本孫子，我們可以看到裸腳已經形成，看一下這個增田裕介能不能掙脫出來。哎呦，我們可以看到啊，這個增田裕介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氣來對付我們的奧日格勒。這個增田裕介拿到了一個側位，但是很可惜被我們的奧日格勒輕鬆地扳了回來。這個從力量上來說，雙方差的不是一星半點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我們的奧日格勒拿到了增田裕介的正面之後，這個增田裕介幾乎是沒有能伸手的空間了。哎呦，這增田裕介不能被我們的奧日格勒這個給撲窒息了吧？這個很可能的呀，非常漂亮的砸擊。可以看到這個增田裕介毫無還手之力，還是想跑。You know, it looks like Arigola's been working on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Yeah, he definitely looks more well-rounded this time. 這個增田裕介確實是想要匍匐着掙脫出來，但是我們的奧日格勒不給他絲毫的機會。這一通地掌拳打得非常的漂亮。Yeah, you know, he's gotten out of trouble. He has to get up, but Arigola is putting a lot of pressure from the. There's 15 seconds left. They're just burning the clock. Masuda can survive this. 那麼距離比賽還有10秒鐘，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奧日格勒能不能直接一回合 KO 這個增田裕介。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第一回合比賽正式結束，讓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回合比賽的精彩回放。可以看到這個中國的觀眾朋友們都非常的開心啊，完全是單虐這個增田裕介。
with just one roll. That happens a lot in jiu-jitsu games because you think your opponent. 这个虽然说双方都是重磅型选手，但是很明显能看出来，我们的奥尔格勒从体重上、体型上就比这个增田裕介强上了不是一星半点儿。我们可以看到，增田裕介在第一回合初期取得一点優勢之後，在剩下的時間完全是一點優勢都沒有，被我們的奧爾格勒追着走。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這個增田裕介看着我們的奧爾格勒，臉都是懵的，恐懼。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第二回合比賽正式開始，奧爾格勒大戰日本最有血性的男兒增田裕介。There's 3 5-minute rounds. This is the second round. Masuda in blue. 相信觀眾朋友都能看到啊，我們的奧爾格勒表現得十分的輕鬆。這個增田裕介汗都快下來了，冷汗直流，一直是全身心的注視着我們的奧爾格勒。哎呦，這個舉動太緊張了。Last the longest, you know, who's going to gas out first? Might decide the winner of this fight. Masuda wants that takedown. And Aurigala knows that he's waiting for that. Yeah, he scored really nicely in the first round. And the takedown. Masuda just looking Aurigala just 这个一般来说啊，无论是什麼樣的比賽，雙方選手都會有一個心理上的博弈，這個是抓住節奏的關鍵。但是很明顯，這場比賽其實是沒有心理博弈的。我們的奧爾格勒一出場就已經壓制住了選手。好的，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奧爾格勒拿到了這個增田裕介的一個正面。Yeah, I mean that was the only thing Masuda could look for. Like he fought more than 20 times and he showed it too many times in his previous fights. See, Aurigala, he also trained for this fight, right? He should have studied Masuda, but he has to finish it quick though. It's great takedown defense on Aurigala's part too. Yeah, plus he's so much heavier, you know, if he prepared well, it's, you know, he should be able to block that shit. Yeah, especially on the ground, once he gets this kind of dominant position on the top, it's so hard to get out with such a big guy on top of you. But this time Masuda has to have 這個實話實說啊，我現在真的是很擔心這個日本的選手增田裕介，我真的是怕我們的奧爾格勒會把他活活的壓死。Now looking for deep half. Aurigala is all over Masuda. Smothering him. Using his forearm to push on his jaw. Defending well as a veteran who has more than 20 fights. But Masuda's got to do something to get out of here. See, he could technically just pop his knee through, you know, go back to full guard. I think he's got a good chance of that. Aurigala's giving him the space to do that. His left knee could come through Aurigala's legs and back to full guard. 可以看到这種地面的話，對於雙方的體力消耗是十分大的，尤其是對於增田裕介來說，我甚至覺得他已經沒有力氣去掙脫我們的奧爾格勒了，完全就是在硬挺着。也不知道裁判會不會表示這個增田裕介消極比賽啊。哎呦，這一招宛若是巨源砸地呀！這一通砸擊真的是非常的迅猛和漂亮。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增田裕介完全沒有反抗之力。Yeah, he doesn't have the choke, but you know it's almost like a twister. It's like a yeah. Not a right angle though, but. Okay, Aurigala doesn't have a good position. Yeah, Masuda wants to be careful when
Trying to escape, he doesn't want Arregala to step over the top and go to side control. It's going to be much harder. He goes back to full guard now. What can he do in the full guard? 其实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质疑啊，这个我们的奥日格勒难道不能跟这个增田裕介打站立吗？观众朋友们，不是不行，而是我们应该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而恰恰我们的奥日格勒地面就是他最大的优势，特別的穩妥。Go body. And now Arregala is covering his core with his body. 10 seconds left in the second round. 哎呦，注意不要打到后腦勺。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增田裕介還是很抗揍的，完全是吃着我們奧日格勒的硬攻。可以看到，哎呦，這個增田裕介是被這個工作人員攙扶着過去的，哎，整個人都要廢掉了。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讓我們來看看第二回合比賽的精彩回放。這個增田裕介不愧是日本最有血性的男兒啊，每次都能抓得先機，然後被我們的奧日格勒反手摁在地上。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場比賽上他都沒有什麼反抗的機會，狀態也很差。可以看看第三回合比賽，這個增田裕介有沒有什麼新的戰術想法？這個表情我已經是第3次看到了，增田裕介完全是一臉懵的狀態。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第3回合比賽正式開始。哎呦，這個增田裕介是破罐子破摔了是嗎？這是拼盡全力要跟我們的奧日格勒打站立啊。Yeah, he's got a lot of padding. You can hear Arregala putting everything into those punches. Masuda has an underhook, but... Oh! Very nice counter. He's fighting back. Masuda is also putting everything. He should have tried this earlier in the fight. That's right. That's what I was thinking. Yeah, if only he. 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正如我之前所說，我們的奧日格勒不是不能跟增田裕介打站立。你看，在第3回合，我們的奧日格勒就已經開始跟這個增田裕介打藍邊站立了。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這個增田裕介已經是沒有什麼體力了，現在的狀態完全就是強弩之末。好的，我們可以看到裁判將兩人分開，比賽繼續。Masuda is tired. Who's not tired here? Yeah. The thing Arregala's got going for him is he's so big, even though he's tired, he throws those shots, he's got so much weight behind it,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Whereas Masuda, he's got to put some strength, some energy into those shots to hurt Arregala. 哎呦，非常漂亮的重擺。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增田裕介是直接被我們的奧日格勒一拳打懵了。哎呦，看來是已經沒有繼續比賽的能力了。我們的奧日格勒顯得很輕鬆。讓我們恭喜本場比賽的勝利者，我們的冠軍奧日格勒。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增田裕介，哎呦，整個人都要去世了，要休克的樣子。I don't think it was easy for Masuda to take this fight. It's overpowered, just overweight. That's right. I see the comedian, Hyungbin Yoon in right? Yeah. corner of Arregala. 這個整個人眼神渙散啊，張着嘴巴。這個一般來說，我只是看到這個瀕死的小狗的時候，可能會看到這個樣子。啊，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奧日格勒是很體貼這個日本血性男兒的，這個直接是把對方給拽起來了。好的，讓我們再次恭喜我們的冠軍奧日格勒。Both off and outside of the cage, or inside the cage and outside of the cage. Did he do a little dance yet? He usually does a little dance, right? I haven't seen his little dance yet. 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讓我們來看一下裁判的最終判定結果是。
And it's a TKO. 非常漂亮，让我们再次恭喜奥日格勒。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很可怕了，我觉得要叫停了。是，奥瑞弗已经没什么动作，摆拳，再摆，再摆，连續的擺拳、砸拳。哦，這個節奏很連貫。中國武術神童崔流才釀下血案，按住外國選手連轟上百拳，裁判攔都攔不住。中國魔童崔流才呀，有着豐富多彩的經歷。他8歲練習傳統武術和摔跤套路，從小就厭煩學習的他，走上了習武的道路是越走越遠。先是接觸散打和傳統武術，後轉戰 MMA 綜合格鬥，豐富的經驗呢和強悍的打法，在每次比賽中，無論是在地面還是在直立，都是非常強勢的。他也曾經獲得過昆崙決搏擊冠軍，更是 WBK 羽量級世界冠軍金腰帶的擁有者。而今天和他對戰呢，是來自塔吉克斯坦的阿里丁。這阿里丁啊，練習摔跤與自由搏擊有長達11年之久啊，在此刻要與這中國魔童崔流才決一死戰。他也擁有着10戰9勝的職業戰績，這也導致他在賽前呢放下豪言，我要將崔流才的連勝打破，並送上單價，還有佔據你們中國市場。這賽前選手們放豪言呢，都做過，可結果都挺慘。這阿里丁是否能實現諾言呢？讓我們拭目以待。好，各位觀眾朋友們，第一回合呀已經開始了，讓咱們回到比賽，同時也讓咱們期待咱們的崔流才是否能擊垮這個阿里丁。由此可見呢，沒有錯呀，這白色拳套正是咱們的中國魔童崔流才，而這黑色拳套啊就來自塔吉克斯坦的阿里丁。是有一些劣勢，目前已經達到了自己。這場比賽呀剛開局，這雙方選手啊都不敢貿然的進攻。咱們的崔流才也是不停的瘋狂的試探對方的虛實。對，運動他自己很喜歡把自己稱之為朱雀，這個浴火。此時啊，咱們可以看到咱們的崔流才呀，打這場比賽呀，表現得非常的老成，非常的沉穩。這個前後手的防守的手架也是非常的完美的。此時啊，這阿里丁要展示這抱摔，咱們的崔流才呀，一個退步直接就化解了。可以見得呀，咱們的崔流才呀，這反應速度是非常快的。這重心也是非常穩，基本功非常扎實，能控制在一起。崔流才的右臂已經插在了奧瑞弗的內把位。對，此時啊，咱們的這個崔流才呀，這手臂已經插到了這個阿里丁的內把位，角度壓在崔流才身上。但由於是繩圈呀，這個是有彈性的，所以對奧瑞弗來說，並不如像鐵籠那樣就無延展性的位置更容易把崔流才控制住。給一拳，崔流才說沒事兒，啊，戲還蠻多的今天。也是一個心理戰。哦。此時啊，這阿里丁又要展示抱摔，但是咱們的崔流才絲毫不慌，直接一個退步，再一次化解。當支點，對着脖子推開了。奧瑞弗已經第3次低位抱摔，但都沒有成功。啊，崔流才2個下把位已經搭進去了。此時啊，咱們可以看到咱們的崔流才呀，這個2個下把位已經搭進去了啊。其實這場比賽呀，咱們的崔流才呀，這個肌肉線條和維度上啊，其實要比這個阿里丁很有優勢的。守住，雙腿。還往繩圈靠，是靠住了。崔流才有掛繩圈的嫌疑，裁判把手打掉了。哎，把自己的胯部完全挺到前方，這樣對方很難把腿拉回來。可是對於空間來說，崔流才已經沒有再往後空間了，也只能是這種被動防守的這個狀態了。此時咱們可以看到，這雙方啊，現在在圍繩邊呢，瘋狂的掙扎。咱們的崔流才一直被這個阿里丁壓在這個圍角邊，但是咱們的崔流才呀絲毫不慌，一直捶打這個阿里丁的頭部。那現在這個狀態上，崔流才其實還蠻難受的啊。對，但對於他的對手奧瑞弗也沒有好受到哪兒去，因為自己的頭完全被崔流才壓着，現在抬不起頭來就沒有辦法啊，勾腿了，勾腿要換方向了，2個腿夾住崔流才的一條腿，我們看奧瑞弗的手把往哪兒放。往哪兒布置了啊？在這個角度，因為我們看不到那半邊上。
抱住抱腰，崔秀才被摔倒了。其实是靠着绳圈的支撑力啊，对，如果没有支撑的话，已经摔倒了，已经倒地了。对，奥瑞弗这时候要怎么做？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即使摔倒，奥瑞弗也不会有太。此时咱们的崔流才呀也是舍身了，这比赛呀还有40多秒了，咱们的崔流才直接舍身，抓到了一個木村扣，直接就鎖死了這阿里丁的這右臂，盡量把手往自己的肚子上放，這樣很難拉起來。是，還有30秒。掰起來了，掰起來了，我們看拍不拍？拍不。此時，咱們的崔流才呀，死的鎖住了這個阿里丁的右臂，已經掰起來了啊！這個姿勢非常的難受。我這個阿里丁還想扛，他已經把身體翻過來了呀。好，各位觀眾朋友們，這第一回合呀，還有10秒鐘就要結束了。此時，咱們的崔流才呀，把這個木村扣變成了十字臂鎖，針對這個肘關節呀。此時，咱們的崔流才又轉成了這個美式肩鎖，拉回來了。這場比賽呀，非常的精彩呀！好，各位觀眾朋友們，這第一回合到此結束。讓我們看一下這第一回合的精彩回放。通過這第一回合呀，咱們可以看到，咱們的崔流才呀，不僅這拳法精湛，這纏鬥能力啊也是極強的，而且這基本功啊也是非常的扎實。此時，穿着火辣的小姐姐舉牌，於是第二回合馬上開始。好，各位觀眾朋友們，第二回合正式拉開序幕。此時啊，咱們可以看到，這第二回合剛開場啊，這阿里丁又想展示抱摔呀，可惜被咱們的崔流才再一次退步，直接化解。伸手摆拳。奧利弗爾也是一個挺難纏的一對手啊。此時，咱們的崔流才呀，直接發起了進攻，直接選擇了這個抱摔，抱摔直接成功啊，直接把這戰鬥拉到了地面。想大家封閉防守，但是後面已經沒空間了啊。崔流才現在被對方抱在懷裡，很難布置。下一步應該是壓對方的臉，把自己的身體支。此時啊，咱們可以看到咱們的崔流才呀，一直用雙手捂着對方的鼻子，這是一種非常巧的進攻方式，這樣可以擾亂對方的氣息，導致後續的這個體力下降。摁着鼻子，這個對氣息會影響非常大。對。卡靜這些方式都是為了讓對方把手放開。崔流才在地面砸擊還是很注意技巧的。此時，咱們可以看到，咱們的崔流才一直對這個阿里丁展示這個砸拳砸肘，想抬腿，但太明顯了。再想再次抱住，連續的砸拳是在影響奧瑞弗的判斷。楊子川教練。好，各位觀眾朋友們，此時裁判呢讓雙方選手恢復到這站立比賽。起來了，因為認為崔流才的優勢並不大。對，崔流才可能還認為自己剛才是在這個。此時，咱們的崔流才又一記抱摔，直接再次把這戰鬥拉回到了地面。也不是很強，崔流才直接過腿了。崔流才現在很清晰的看到對方的這個問題在哪。切西半防，壓住對方的脖頸。但是在這個位置，由於有繩圈的空間也不夠，崔流才其實很難做好的打擊。對，現在其實崔流才也好，包括奧瑞弗也好又摁鼻子了。兩個人都有一個小小的小伎倆啊。這個一旦進地面之後呢，就往繩圈往邊角上走。是，然後這樣的話給對方盡量少的布置戰術的空間。沒錯。崔流才現在把自己的位置完全站起來，讓對方的雙肩着地，這樣即使
在一个相对半防的位置，依然是对于上位选手来说稳固的砸击。好，裁判换了一个位置，崔秀才回到半防，做切膝，但是并没有成功，因为没有压住对方的那个胯，脱腿了，脱腿了，但是对方翻起来了，崔秀才双手内把位。此时啊，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流才呀，这个双手已经在这内把位了。哦，做折颈了，没成功，因为后边的空间实在太小了。现在奥瑞弗是采取了大扣，想要拉崔流才的右侧腿。对，单腿抱摔，现在回到中间，崔秀才逃出来，哎，再冲进地面，崔秀才摁住头部，是。这个时候先解开对方的这个抱腿的问题，再去做降服。对。对方的边角还在给裁判示意啊，说这崔秀才总是捂他的这个鼻子。这个是在规则里是允许的，但是这个边角也是属于一方面给裁判来施加一些压力嘛。但是场上裁判杨子轩老师也是高手，所以不会受到。此时咱们的崔流才呀，成功拿到了这个上身位，也成功拿到了这个半防的位置。但是感觉上要做手臂了吗？剩的时间不多了，就在想做对方的这个左臂了。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二回合还有10秒鐘就要結束了。這個位置不太容易成，對方選擇了一個身半防守啊，但是沒有完全鑽進去。好，各位觀眾朋友們，這場外鐘聲響起，第二回合到此結束。讓我們看一下這第二回合的精彩回放。通過第二回合呀，咱們可以看到咱們的崔流才呀，這個纏鬥能力的技巧啊是非常巧妙的啊。反而這個阿里丁啊，他這個基本功好像是不太扎實，而且他這個體力現在下降了很多。此時穿着火辣的小姐姐舉牌，於是第三回合馬上開始。好，各位觀眾朋友們，第三回合正式拉開序幕。哦，中了一拳，崔流才直接進地面了。這第三局剛開場啊，咱們的崔流才直接把這個戰鬥拉在了地面，有點像武打片裡的動作啊。對對對，護齒掉了。這個時候如果不回到一個穩定的位置，裁判可能不會要求選手帶回護齒。停，哎，回到穩定位置。崔流才有點懵啊，為啥？其實是裁判要求場上邊角回去要拿清水沖洗一下，然後帶回嘴。此時啊，這個阿里丁啊，咱們可以看得出來呀，這個回來的過程啊是非常慢的啊。這阿里丁現在此時他有點虛了，他絕對是強弩之末了，已經不行了。會控制這個時間，你不可能太長時間。是，對，回到同一個位置。好，繼續。對方想做三角，但是這個意圖太明顯了，地面砸拳了，上身位直起來了。此時咱們可以看到咱們的崔流才呀，這個上身位直接直立起來了啊，這個開始砸拳砸肘了，開始進行猛攻了。這個阿里丁已經不行了，已經吃不消了。啊，崔流才是控着一隻手把這個位移拉出來去打。這個在比賽規則裡依然是允許的啊，對。而且這個動作應該在很多的聊天表情包裡都能見得到。哎，是。誘騙一下對方做個膝盾。此時咱們的崔流才誘騙對方一個膝盾，直接站立砸拳了。此時啊，這場比賽對於阿里丁來說，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折磨。擺拳，再擺。連續的擺拳。此時啊，咱們的崔流才連續的擺拳砸拳，這個節奏啊非常連貫了，感覺像是打拳不要錢一樣啊。翻起來了，又做了個前滾翻，但是依然在被砸擊。
这个时候裁判应该会叫停了。对，因为没有什么反击的动作了，完全是在被动的。裁判已经在看了，已经在看了，已经在看了。崔刘才在看裁判，问了。此时啊，咱们的崔刘才像武松打虎一样啊，骑在这个阿里丁的身上进行疯狂的输出，猛烈的砸拳呐。此时的裁判也是对这个阿里丁进行询问是否要继续比赛。此时的裁判叫停了比赛，咱们的崔刘才赢了，比赛结束了。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看一下这第3回合的精彩回放。通过这第3回合呀，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刘才呀，这个拳的力量啊是极其的凶猛啊。反而这阿里丁啊，基本功不太扎实，建议换个教练好好练一练。下面宣布比赛结果。这场比赛呀，也就接近尾声了。通过裁判最终的判决，咱们的崔刘才荣获冠军，恭喜崔刘才荣获最终的赢家。这条视频呢，也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期待我们下次再见。你过来呀！怎么给你脸给多了？外国教练因选手打输比赛后不服，上台辱骂中国选手，下一秒被一拳打碎下巴，猝死擂台。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印对局。您现在见到的就是中国的泰拳名将，我们的王文峰，他是昆仑决61公斤量级的世界冠军，在世界上各大泰拳赛事中经常出现，而且是各个榜上有名。打法老练，冷静，没有多余的动作，抓到机会就会咬住不放。而他这次要面对的对手，则是来自印度的顶级泰拳王，横扫整個印度14億人的赫里尼克·托雷斯。那麼這個赫里尼克·托雷斯在賽前也是囂張的揚言，印度人口超過中國，嘲笑我們中國武術都是垃圾，中國人弱不禁風。那麼這次來中國呢，就是要打響稱霸中國拳壇的第一炮。這番話真的是非常的猖獗啊，無視我們中國人猖狂至極。我們的王文峰則表示要把這個喝恆河污水的家伙親手打廢，然後把它燒成骨灰，親手倒回印度恆河裡。那麼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讓我們閒言少敘，第一回合比賽正式開始。我們可以看到身穿白色短褲的就是我們的中國選手王文峰，而身穿黑色短褲的則是印度選手赫里尼克·托雷斯。我們可以看到雙方選手雖然都是泰拳出身，但是都沒有急於進攻，處於一個試探環節。哎呦，這個赫里尼克忍不住了，率先出招了。我們可以看到他這個追擊還是可以的，有一些心急啊。因為在2021年的時候，我們還在萬冠軍賽上打這個61呢。對，王文峰也有長時間沒有比賽了。對，今年比賽也是一個回歸之戰。看看他的這個狀態。這個熟悉我們文峰的觀眾都知道，我們的文峰呢是出手很狠辣，非常像我們的另一位選手邱建良，拳上都很高啊。這個不是機會，就不會浪費多餘的體力，抓住機會就會把自己所有的進攻都輸出在對方身上。我們講究的就是我的有效進攻，他不會浪費我每次進攻的這個機會和時間。是，但是完全要強調一個有效。是，你看躲閃，你看對方的這個身高可能並不是特別高啊，想要擠進去打拳，對方的意圖很明顯。距離感控制特別好，你看王文峰，是吧？所以你說要成為一個世界冠軍是方方面面的。從這個賽前數據來看的話，兩人這個身高體型都差不多，可能這個赫里尼克·托雷斯比我們的文峰要壯一點稍微。現在還沒有真正的把自己的實力發揮出來，還在試探對手。更多的是一個躲和防，是啊，現在還沒有真正進攻。你看，沒有真正的進攻，並不是特別着急，我要慢慢的去截，找到漏洞了，然後給你致命一擊。好的一個連續的高掃，我可以看到我們的文峰，哎呦，這個拼鬥非常的兇猛啊！果然是抓到機會直接打進去。我可以看到這個赫里尼克·托雷斯在力量上跟我們的文峰相比略顯不足，這個白長這麼多肉了。好的一個非常好的左右擺，我可以看到這個赫里尼克·托雷斯也是有些怕了啊，選擇游走一下。好，對方現在他沒有空間了，已經騎到腳了。
对，被打中一拳以后，对方现在开始打拳的时候稍微有点犹豫。你看，后直拳有，看前肢，来第一回合最后10秒钟，还有10秒钟，王文峰要注意，还是不能放松，不能。好的一个缠斗，哎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太清楚啊，是直接被我們的文峰給呼倒了，好像是。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第一回合比賽正式結束。從第一回合我們可以看到啊，我文峰這個打法是很穩的，真的是找到機會才會下死手。這個對手赫里尼克啊，在心理層面上差點意思。我們可以看到，在第一回合挨了我們文峰幾拳之後，他這個出拳就變得很猶豫了。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第二回合比賽馬上開始。這比賽很具有這種觀賞性。對。小回合。這個赫里尼克托雷斯的進攻慾望開始變大了，他有點想扳回自己在第一回合的劣勢。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文峰打這個赫里尼克托雷斯啊，很輕鬆。好，裁判提示了，王文峰底膝只能一次。哇，你看掃踢，對，對方雖然是防住了，後直拳，底膝，看這種變化有命中，這是一種變化，對方晃悠了，哎，你看躲得比較的巧妙啊！是啊，打完你了以後，我身體向後仰的時候，這就夠不到我，就典型的閃展。可以看到我們的文峰狀態完全鬆下來了，這個節奏被他抓得很穩。底膝，王文峰今天打得很巧，然後對方的原地的一個跳膝。身高臂展的優勢啊，對，有這個優勢。哇，這是個變線的一個這樣的一個蹬腿，後直拳底膝。因為這個王蒙已經知道，就是對方的出拳和腿的力量，一看我能防得住，是不具殺傷力，所以他可以放開了打。前擺拳有命中。這個赫里尼克托雷斯在第二回合確實是有一些急於進攻了，我們可以看到露出了很多的破綻。我們的王文峰也是打中打得很方便。我防着頭吧，你要打我腹部。中手，中手又來了，再來中手，別腿底膝。好的，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裁判叫停了比賽。我們看一下發生了什麼。這個印度的裁判扔毛巾了，主動投降了，也是看出來跟我們的王文峰打沒有任何優勢。這個是印度的教練，哎呦，可以看到我們的文峰直接是把這個印度教練打趴下了啊！這個印度的裁判不服啊，還上台挑釁一下，確實是小瞧我們的中國選手了。從這個體能啊、心理優勢啊和這個作戰的態勢來看，對手赫里尼克托雷斯是完全比不過我們的王文峰，這個差距實在是太大了啊！也不知道這個為什麼會挑釁我們的王文峰啊，也是受到了應有的教訓。讓我們恭喜我們的文峰獲得本場比賽的勝利，也希望在未來的比賽中他能繼續為國爭光。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感謝您的收看與支持，讓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